小姐，可以赏脸跳支舞吗？来位先生，这是要我看手相吗？我说这位先生识相一点，我可是先来的。要比先后的话，我可比你早多了。罗宾小姐，赏个脸。是你？还请我跳舞？对呀。不好意思啊，他先来的，对不起啊，这位先生。谢谢谢谢。你们新来的季副处长怎么样啊？不好弄，一上任就到处嚷嚷，说自己一不贪美色，二不收贿赂。还真是到处嚷嚷。我也听说了，没事儿，一般闹得越大，手伸的就越长。你下去去包间把记者叫出来，该拍照拍照去吧。我们也这么觉得，现在还在观察，没敢轻易打招呼。您最好也再等等。等不是我的风格。那您自便，我现在可不敢替您出面，得罪了顶头上司，弄不好再把自己给卖了。像稽查处这种肥缺可不好找啊。好，我自己来。适配一下。好。叫你们经理来！你们什么破会所？我被别人打成这样，你怎么解释？不好意思啊，您今天的酒水还有医药费全都由我负责。哎，你滚一边去！季处长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警备司令部的处长和我的客人抢舞女，这场面是不是闹得有点大呀？王老板，你来的正好，你给我做一些见证。罗宾小姐是我多年的恋人，我今天来是向她求婚的。你是记者是吧？来拍一张。一定要登上去啊，省得我再登结婚启事了。罗宾，来。这么多年让你等久了，我补偿你。此后半生，你都跟着我，哪儿都不许去，好吗？来哪有拍呀？好吧。怎么样？还满意吗，季太太？不满意。这是怪我没有提前跟你打招呼啊！不满意，那就炸掉。我的意思是太破费了，上海的房子现在多贵呀！这种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嘛。
你这样公开求婚，以后我怎么跟你打探王慕天的消息啊？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个损失了，但是我也不能老是牺牲你啊！你一个女人家家的，这种事儿怎么能干一辈子呢？今后啊，就把本事用在怎么做我太太上。走，进去看看。母亲，宝华这个房子为什么要租给别人呢？那个周小姐，咱们也不租给她了。物价涨得吓死人，不租房子出去啊，粥都吃不起。等我找到工作，手头就能宽裕一点。但是，我之前要寄钱给您，您都没有用吗？没用，我是有点老不中用了。母亲，梅干菜烧肉，就是没有肉。我呀，放了点猪油。宝楠，委屈你了啊，你就先填饱肚子。我说的是我有寄钱给您，您是不是都没有用？哎，开饭了啊？那你们怎么也不叫我呀？我可是交了菜金的。你说天天吃成这样也就算了，你们还好意思偷吃啊？请你说话注意一点。没事儿，来，我们坐下吃吧。你可不可以不要拉拉扯扯的？想吃？谁啊？好久不见了。你一定很失望吧？我想过很多次，再见到你的时候会是怎么样，没想到会是像这样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请我进去坐坐吗？算了吧，屋里太乱了。哟，谁又来了？啊，又是熟人啊！哎呦，这位小姐的衣服料子真不错啊，美国进口的吧？哎，你说现在查封这么严，还能有舶来品？想必这位小姐的先生一定是一位有钱有本事的人吧？请问您是？啊。他就是一个房客。什么呀，说话那么难听！我不是房客，我是他朋友，共处一室的朋友。奥南，如果你日子过得不好，可以去找我跟慕天，没有必要租房子，我们多少还是能帮到你的。王慕天是吗？没有必要。他说的也没错，他是我的好朋友。你知道的，一个人日子不好过，所以，三小姐，如果你没有什么事情的话，可以走了吗？你骗不了我，你的眼光还没有那么差。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
他眼光怎么差了？你觉得我哪儿差？我丑啊？我还是不如你漂亮啊？哎，你知道女人什么最重要吗？最重要的是身材跟年龄。你看看你自己的样子啊，穿再好的衣服也挡不住你脸上的法令纹。闭嘴！我只有一个问题，他真的是你的朋友吗？看着我回答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他走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走啊。哎，走。哎，洪先生。这是干什么？给点小费呀！你说我刚才对你又搂又抱的，我这是帮了你一把。你就算再不要脸，也该有个限度吧？我怎么不要脸了？我那是聪明。就刚刚那女的，我一看就跟你之前有一段，但你看看人家现在这个样子，人家过得比你好10000倍。就姑且算人家同情你，想跟你再续前缘，可是你能给人家过的日子比现在好？还是你指着人家养着你，到头来还是一把伤心。像你这种男的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就是穷高傲。哎，反正我刚才这么敏锐的观察，再加上一气呵成的演绎，最后皆大欢喜。你说你是不是得付我点小费啊？嗯？滚！我凭什么滚啊？我还没吃饭呢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你这么凶，你这干嘛呀？哎，你看你这是干嘛这么凶？周小姐，你住在我们家，你不难受吗？我难受什么呀？你母亲那么阿弥陀佛一个好人，现在像市面上哪儿找着这么好的老太太呀？我当然不难受了。可我难受。反正我就是不搬。这是什么？你母亲不是耳朵不好吗？邮电局的来送电报，我怕她听不见，我就提前给她签收了，还没来得及给她呢。你倒是没忘了拆开啊？嗨，我这不是怕有什么要紧事儿，再别给她耽误了，所以我就拆开给她看。哎，阿姨，你不能翻，你干嘛一定要翻一个女孩的东西？哎，菲利亚，菲利亚！我跟你说啊，你堂堂一个军官，你要是敢非礼武小姐，我跟你说，回头出去有你好看的。松手！哎，疼！你是不是把我汇给他的钱也花了？没有误会啊，真的是误会啊！哪来没有你？好死了！好，我说，松手，说。说！啊，我拿了，是我拿的。你就是个贼。走，跟我去警察局。哎，不要，洪先生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么一个大男人，你别跟我一个被人踩在脚底下的一个小女子过不去呀！你成天没别的事儿干了啊？那你也太没用了吧！哎！我可以放过你，立刻收拾东西，从我们家滚蛋。这是钥匙，我走了。
周小姐，你上哪里去呀？吃了饭再走吧。你这个老太太，你不用在这儿假装好人。我看着你平时挺善良的，其实你心眼儿比谁都多吧？你是真聋假聋啊？你说什么呢？站住！跟我母亲道歉。洪先生，我会记着你的。我让你跟我母亲道歉。往南，怎么周小姐也走了？母亲，没事儿，我在呢，我养着你。报告，这技术组长，属下在接收日产的工作中遇到一些麻烦，在现有的住户里，不乏有些有身份的人，这产权的问题也很多。您看，看我是新来的，考验我啊？属下不敢。搞不清楚就都按日产算。去年你们接收大小银行钱庄的时候，那些人还不是个个有身份？你们干的也不错呀。既然是党国下决心要干的事儿，就认真一点。我也算是刚刚上岗，在这个时候，谁要是办事不力，给我掉链子，我很乐意给他一双小鞋。是，属下明白，一律严查严办。你呀，别老在家待着，没事出去走走，逛逛街，买买东西。老在家坐着，反而伤身子。没想到你当别人先生也挺在行的嘛。还行吧，我这人还是有点优点的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有个小姐妹，被恶房东给欺负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就是我那个房东，他那个房子被日本人给强占过，然后还死过人，就这样，他都金贵的不得了，就因为一点小事儿，就把我从那儿给赶出来了。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从前做武小姐的时候。以前也是这样给人欺负的。没事儿，都过去了。我现在嫁给你了，就跟在天堂里一样。你看啊，方便你就去帮忙，不方便的话就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哎，小事一桩，交给我了。有地址吗？嗯。这儿呢，我明天就吩咐人去办，好吧？你对我真好。应该的嘛。这里是洪家吗？请问你们是？警察，查封日产。这所房子确实更换过几个主人，不过都是一些日本军人。这些就是证据。从你家刚搬走的那位小姐说，她租赁这个房间的时候，日本人的东西还没有被清理出去。这些照片就是她提供给我的。周小姐是吗？我想也是。那么你的证据呢？我父母民国18年购买这套公寓的时候，在租界政府做过房产登记，很容易查出来。闲话少说，把房契拿出来我们看看。房契被强占的日本人撕毁了，
那就是没办法证明这个房子不是您卖给日本人的，对吧？所以呢，我也可以说这个房子是我的。日本人抢占的时候，我的房契也丢了。您是无赖吗？骂人是没有用的，我们不过是在执行公务，就请你行个方便，在这上面签个字，收拾收拾东西搬出去，这也是给你自己行个方便，否则东西干戈难看。政府的接收大员，都像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吗？大员嘛，不敢当。不过一旦有谁举报哪里有日产，我们一定秉公查办。我要和你们的上司谈。这位先生，请你帮帮忙，我们真的很忙的，整个上海滩的工厂商铺都等着我们去接收打理。你一个小小的公寓，就别浪费太长时间了。我是空军编制，我在边境造飞机抗日。日本人占我们家房子的时候，政府没有提供保护，现在倒好，红口白牙就来要房子。那就对了。既然您是抗日英雄，那么您就更应该拥护政府查处日产的法令。而且法令就是法令，对待空军官兵也一视同仁。我们只管查封，甄别不归我们管。如果您不服的话，可以上诉。这是上诉的电话和地址。你们就是土匪，就是强盗。周小姐给你们什么好处，让你们公报私仇？话呢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我们就是来贴封条的。如果您不把东西搬出去，我们会有人来替您搬。我们就给您1天时间。明天晚上6点，晚饭过后，我们会准时来查封。如果我们不打通季佳明这关，我们的药就运不进来。我跟包经理打听过了，盘尼西林这种药，我们自己研制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可是自己研制的话，太慢了。这样，双管齐下，5000盒这么大的量，一部分可以海外购买，一部分我们自己研制，手上有药厂，就好掩人耳目。至于海外运输，季佳明虽然身在要职，卡着我们的运输线，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一件事情。什么？他也是有上级的嘛，他的上级要是想做点生意赚点外快，他总不好意思拦别人的财路吧？真正的财阀不正是国民党的上层吗？你说的这2个办法，实施起来都太难了。不难就不好玩了，就是恐怕要请三伯伯出山帮我一把。我现在的位置，有些人还够不着。最近我们2个回家看看二老吧。也好。对了，阿梦，你妈妈是不是跟孙娘娘好久都不来往了？你怎么突然问这个啊？啊，我就是觉得好久都没有见过孙娘娘了。我姐去世之后，他们2个就没联系了。还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，以后每个月我需要一笔定期的支出，数目不会很大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要做什么用？有一家人需要救济。救济谁啊？这是任务的一部分，以后会告诉你的。好，那我先回房休息了。你们想要做什么？说好了今天6点钟来收房子，你就别磨蹭了，我们很忙。这是我们家的房子，请你们离开。阻挠公干，小心把你捆起来。国民政府就这么对待自己的国民吗？我们是查收日产，
你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你家的房子，就不要在这儿强词夺理。所有的邻居都能替我们作证。他们只能证明你住在这儿，不能证明这房子不是日本人的。想要抢别人东西的时候，就变得聪明了，变得伶牙俐齿了，是吗？没工夫跟你废话。走，放开我！我说你放开我！老实点，别放开我！住手！把人放开！你们是什么人呢？查收日产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警察要讲道理，先把人放开，有话好好说。这位先生像你这么明事理，不至于落到这一步。左邻右舍的人挺多的，被他们听到你们这么凶悍，对你们的声誉也不好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又来抢我们的家了！干什么？又来抢我们的家了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好的家就不能待呢？为什么？别走，不走，我说让你走，听见没有？我这个时候不能走。汪楠，你要有什么困难的话，我们都可以帮你。不要你管，走！宋思文现任新近签发了上海区敌卫产业接收办法，其中明文规定接收敌卫产业的原则，第一条就是产业原属本国、盟国、友邦人民。其产业没事吧？哎，怎么了，大伙？血，赶紧拿纱布。哎，好。翻过来，好。好，好，小心点啊，连他头。啊，你没事吧？醒醒。是洪旺南的事情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问我要的钱，都是给他的吗？我是拿给孙娘娘的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是个任务。现在不是吃醋的时候。方营长的确给我布置了其他的任务，就是一定要争取洪旺南这个航空专家。我之所以没有告诉你，就是怕你不高兴。但他现在有警察局的人在找他麻烦，我们必须要帮他。我不管。阿木，你想清楚了再决定。我就是想清楚了。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，正好可以让他看清楚国民党的本质，不对吗？怎么了？心疼吗？我已经答应你要嫁给你，就不会反悔。桑夏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处理洪旺南的问题上不够聪明？你什么意思？一个聪明的人，一旦爱上，就会变傻。你爱的，这么多年都没变过，对吗？
要干什么？我知道你爱他，我成全。季处长夫妻恩爱，还真是羡煞旁人啊。王老板，别说便宜话了，你跟桑霞老板不也恩爱多年吗？季处长有没有时间啊？想借一步说话。你先进去吧。这边。这么快就打听到我住的地方了？王先生也是打探消息的好手啊。这是季处长没有刻意隐瞒，要不然我也不是对手啊。客气话就别说了，找我来什么事儿？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咱俩没这个交情吧？这次帮完以后不就有了吗？我知道，您不收钱财，而我除了钱，什么都没有。我想来想去，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巴结你。所以只能到这边来请您帮个忙，欠你一个大人情，也算咱俩交情的开始。我这么忙也没空啊。洪傲南被抓了，现在关在羁押所，您能不能想想办法把他救出来？他怎么被抓了呢？这个房产怎么回事？日产的证据确凿吗？处长，这所房子是您要我们去查封的，我们是按照您给的地址去的。最近太忙了，没把这些小事儿放在心上。这个房子还是要再查一查的。是，这所房子以前确实被日本人住过，现在他们说房契不在了，在战乱中丢了，拿不出来，所以根据您的指示，现在已经把房子怎么就是根据我的指示了呢？您说过，凡是说不清楚的，一律按日产查封。好。我听说你们在洪家还抓了个人。是，洪建琛的儿子，和咱们这些去查封的人闹得比较僵，就把他给抓起来了。那个人是党国的功臣，您认识他？要是您的熟人，咱们就趁早把他放了。这不是熟人不熟人的问题，这些知识分子最要脸面了，伤了他们对党国的忠心就不好了。是。以前那些被查封的人里面，有很多比他地位都高的人，都被他们抓了，所以属下这次才……那属下现在把他放了。伤了脸面，贴也贴不回去了。这样，找一个咱们自己的人，跟他关在一处，先摸摸情况。是，属下明白。
行了，来，小心，来，慢点，好，往后靠，好，靠，等下，喝水吗？谢谢。没事。我昨天晚上给你简单包扎了一下，你一定要小心感染。你现在头还痛吗？有点。那还好，不算脑震荡，只是轻微的皮外伤。正好这几天你在这休息一下，清静清静。这里是牢房还是病房？老哥，你真幽默。这是我师兄，我们两个是医科大学4年级的学生，算你捡了个便宜吧，不然我师兄得收你整斤了。多少钱？你别开玩笑了。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带着大家罢了几次课，所以小贤，说话的时候小心点。没事儿，墙角那老哥啊，今早刚进来，我聊过，也是个苦人，家里就一小杂货铺，让对头诬陷是日产，给收了，气不过闹了一场，这不也在这儿了。那位老哥的遭遇倒是跟我差不多。昨天晚上看守大叔告诉我们，您是空军军官，难道家里也是遭了日产的劫难？你倒是跟谁都能聊上两句。他平时就这个样子，跟谁都能聊得开，没办法。小贤，你可要记住，言多必失。老像你一样小心着，肚子里一大堆弯弯绕绕的，没嘴茶壶一样不往外倒。年纪轻轻的，就那么闷，有什么意思呢？你是吧，先生？年轻真好。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，都有办法解决的样子。你们为什么要罢课？不是我们想罢课，是学校不让我们上课，还要给我们洗脑子，学蒋中正的文章。所有的人还要背诵，不承认我们在抗战期间所有的学分，还不承认我们的考试成绩，还让我们学一些什么甄别考试。什么专业都不让我们学了，反而考一些政治题目，简直就是在浪费生命。我们学医的抱负就是为了救死扶伤，替国家排忧解难。之前学的每一分每一秒，其实都是为了这些，哪会是做这些无忧的事情？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，也跟你们一样，相信科学救国。想着，只要能够学以致用，让我们的国家拥有强大的空军，就能够保卫祖国，不受敌人的欺负。现在呢，我想要保护自己的国家，结果没有成功。我想要保护自己的家，结果到了这儿。你在美国学什么的？航空动力学。啊？那您会制造飞机吗？飞机制造厂给日本人炸了，现在造不了飞机了。多少人员的伤亡，多少精良的装备都没有。那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您知道吗？我回来之前，就是帮飞虎队修飞机的呀。啊，真的是太好了！您给我讲一下你们的经历吧。好呀，但是你们先告诉我，你们视为罢课的情况。我离开上海太久了。说好了，咱们交换吧。
学们大家起来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听吧，万儿是大众的街上，看吧，一年年国土的沦丧。我们是要选择战，还是想？主人去拼死在疆场，我们不愿做奴隶而情至上。我们今天是逃离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动荡。我们今天是宣歌在一旁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巨浪，巨浪，巨浪，不断地增长。同学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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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亡。我们要做主人，去拼死在疆场，我们不愿做奴隶而情至上。我们今天是逃离芬芳，明天是社会的动荡。我们今天是宣歌在一旁，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。巨浪，巨浪，不断地增长。同学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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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拿出力量，担负起天下的兴